以前他们来康熙的时候呢，我们是把他们当成是一个团体看待，可是今天接待他们，觉得有点像3个女王，可是依然是一个团体。欢迎 SHE。恭喜啊！千呼万唤始出来了啊！感恩，哎呦，感恩，随时奉上。这个只是一批啊，是，所以现在是以夫人的身份拿出，没有错啊。所以2位夫人，1位单身的小姐。可是，他们这一次呢，就是出新专辑，然后号称又住回了同一个宿舍。可是我觉得大概就是在演戏吧。没有，还真的有住啦。我觉得那是噱头。照片我们真的有住，你们就大概住1个小时吧？没有，我们真的以天算的。1个礼拜住大概4、5天这种，对，所以你们不是假装走进宿舍请狗仔偷拍，然后就可以解散吗？我们是真心入住，是他们真心的，所以你怎么知道？啊，是我当然知道了，因为你们终于合体了。哎，你干嘛扮伟忠哥啊？哦，是哦，真的很好。所以润拔现在是喜欢把领子竖起来吗？啊，是一直都是啊啊！看到今天他们合体，我很高兴啊，也很想赶快回家合体啊。哈哈啊，不好意思，开玩笑，开玩笑，啊，开玩笑，连黄腔都学啊，抱歉啊，啊，不好意思啊，是。所以跑去住在一起的时候的意思是要重温当年 SHE 成立的时候的岁月吗？我觉得应该会激出不同的火花，因为我们3个人之间平常私底下相处也很频繁。可是现在他们的宿舍应该就豪华到不行吧？没有到不行啦，就是不就是单层的吗？但是绝对没有，但是其他是双拼的，没有太夸张了。其他是双拼的房子，只是另外一边是空的，所以就显得好像是单层。所以就是另外一边他也把它租下来。没有，只是没有人住。把你们3个送进宿舍，是因为怕你们合体之后会尴尬吗？不会尴尬，不会啊，不可能啊，因为我们私底下还是有聚会啊。所以你们2个人暂时脱离婚姻生活，有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感觉吗？我觉得还不错哎，还是你们老公有呼吸到新鲜？我的老公好像，我老公好像吸得蛮开心的。别散新婚了。所以 Selina， 你跑去宿舍之后，你一天要追踪你先生几通简讯吗？我刚刚才跟他们讲，我就回看我的一些简讯内容，全部都是我说嗨，他就回一个嗨。我说老公我想你，他说哦好什么之类，就是很平静，非常平静。我想你，然后回说好。这不对，这个回应不是，就是嗨，没有我想你后面不接我也想你。老公嗨，然后就嗨，反正就是他就不断的嗨。没有，就是一直回答我想你，因为有时候我可能在忙。他到底知不知道？然后我有一次跟他讲，我说我好久不见，我觉得好孤单，就是我觉得我好孤单哦。他就回我2个数字，他就回我38。哦，可是我觉得很 Q 哎，不 Q 是我被虐吗？他还在闪避回答真相，这情趣了哈。哦，不是 Ella， 你也是人家的太太，你觉得这样合理吗？以我对她老公的了解，其实是非常正常的。那2位太太跟你聊天的时候，哪一位太太比较爱抱怨他们的另一半？这好讲吗？当然好讲啊，这最好讲了，拜托。来，到我们这边来。来专访啊，是。啊，这边请。所以哪一位太太比较爱抱怨另一半？这位甜美的Selina 吗？真的吗？所以他的抱怨是有点撒娇，还是讲真的？夸张，有点带戏剧效果的。是哪一类的？把他先生的一些很低调的一些想要顾形象，但是却在他这边就会瓦解的东西讲出来，比如说私生活啊一些事情。啊，什么东西啊？导播他刚刚讲什么？等下是有，你在我耳边讲，我看你会讲。你在他耳边都讲几次了？我来几次了？那我真早就知道了，我刚刚什么都没有讲。比方说她就会讲说，她老公都不喜欢喝一般的水啊，都喝甜的，然后喝完的杯子都会放在水槽，都不就是类似这种生活上的琐碎的事情。然后我就变得很像妈妈，可是自己坐下了吗？可是我每天念他，你们真的很把自己这边当自己家，请坐没有关系。可是我每天就是有时候看到我都会念我老公，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久了有点像是妈妈的那种感觉，我就不想，因为她就是乐此不疲。她生活以前没有她老公的时候，她聊狗啊，聊她的家人都是这样。对，然后 Ella 就是几乎完全不会抱怨她老公，也不会说她老公不好的话的一个。为什么会这样？可是我老公很完美啊，我老公很完美呢，他就是个完人啊，老公你也很完美啊。可是再完美的男人总是会有一些，他真的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你们去跟他睡一觉就知道了。
他吃乱开。好，他有没有很啰嗦？他不啰嗦，但是他很爱我。太黏你，这个他们两个可以证明。太黏你，他现在乐在其中啊，所以那不算缺点啊。这两个太太结婚后跟你聊天的时候，会故意避开婚姻有关的话题，以免烦恼。完全没有，真的吗？他们都没有这种自我觉醒吗？完全没有，而且他们就是在我面前晒那个什么晒恩爱，对，就比如说他们都会约他们的老公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来探班，一起吃便当，然后他们就会坐在他们大腿上，然后我就自己一直在玩手机，那不是很像酒店的画面吗？很像，其实很像。然后有一个是没有客人的，对，没有被点到所以。他们应该还没有不识相到要帮你介绍男人吧？有哎，有哎，是，但为什么会不识相？可是因为有的时候姐妹并不想要做这件事啊，然后硬是安排相亲，反而会让因为这样变成有一种好像是他们两个已经进了会员俱乐部以后，要想一个会员给他的感觉啊。的确，现在好像有一点点这样子。所以是谁介绍的人Ella 人脉比较广，所以他会就货源比较多。你介绍过几个给 Hebe？只有2次而已。你有事先征询过他对于这种人的背景的要求？没有。第一次是一个很无意间，因为就是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就是刚好朋友都聚在一块，然后而且那个人还一开始还认不出他是谁。你知道他多可爱？因为那个人在新竹工作，然后后来那个他就说我也住新竹哎，新竹哪里 ？Hebe 就这样问，然后后来那个男就说是哦，那你现在在哪里上班？他这样问他这样。我们这样不会对明星很不礼貌吗？不会，后来就认出来了，只是那一秒钟他可能没有想到。低估大腿块这件事情。所以那个你要不要回去做？我要换 Ella 过来。什么？来，太棒了！所以新竹工作是园区的人吗？没有，其实那个只是一个无意间认识的朋友，然后后来他们在聊天的时候，觉得其实这两个还蛮合适的，搞不好可以试试。他们聊天时有什么迹象让你觉得他们就很自然呐，然后没有什么挂碍。可是这个男的明明知道 Hebe 是明星，还假装不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他真的是一开始没有想到，但是他知道 Hebe 这个人，他知道田馥甄在台湾非常的红，在全亚洲非常的红。他没有把眼前这个女的跟田馥甄的名字连在一起。他没有想到，因为那时候他可能没有意会到这样子。所以你们当场提醒他说这就是田馥甄吗？没有，后来才告诉他的。因为我们听到我们就笑歪了。对啊，所以你们觉得合适是因为这个人没把他当明星，这样就很合适，是不是？就至少会有一开始就是好像在一个起跑点上的感觉，比较自然一点哦。对，会比较自然，不会有距离感。对，任爸说的对，这我是了解啊。可是那这样的话，为什么就没有再试试看下去？因为其实我们能够聚会的时间不多啦。所以那个是他安排了2次吗？那个第一次不是刻意安排，不是安排，然后后来又安排了朋友聚会，然后事后他们觉得好像还蛮适合，所以他们有说服你说可以再安排1次。但是第2次安排的人物就不一样了。怎么说？因为第2次安排的人物全部都是男单女单。对，不是你这个行为就是媒婆的行为，有一点点啦。你在进行一个相亲的活动，可是我只是希望多一些机会让这些人彼此认识，搞不好会有机会。女单们都是演艺圈的人？不是，有些是我身边的同事啊朋友，当中包括了 Hebe。结果嘞？现在都还是静止的状态，还没有一个动静。如果有动静，我下次一定会告诉你们。我嘴巴那么大，你这样怎么会没有？你瞄准了介绍，怎么会没有下一步？新竹的那个，我下次会再慢慢的给他接洽。你现在这样讲出来，我都不敢跟他见面。真的吗？对啊，他不一定会看这个节目啊。可是新竹的那位为什么不主动一点呢？其实那天是有一点，我们只是大家一起的聚会，对。然后他们刚好有擦出这个小火花，我们觉得很有趣。是。只是说就没有第2次的相聚。就我们后来就没有再相聚。我觉得你妈看到这集会很开心。那个火花是不是？那火花是小到没有意义，小到几乎没有。你看他现在有多尴尬。对啊。所以男单的条件们是有超越陈汉典吗？没关系啊，尽量讲没有关系啊。反正陈汉典现在不在，是任爸。是对啊。陈汉典是花心不行啊。那什么花心没有啊？陈汉典不是花心，他是负心汉。这不可取，下地狱真的是。而且他现在就是写书跟骑脚踏车都是假的。不是你们知道他有在骑脚踏车环岛？等一下，有知道这事情，可是他热血，他是假骑。我还要找任爸去骑，就任爸是骑固定的位置，后面用那个 key 板。真的假的？只是因为有一个骑单车的单位找他来给他一大笔钱，他就没有钱。然后我们灯光师还要帮他移动，好像有阳光在经过的感觉，像拍戏一样。天哪！你爸还有奖。
钱眼开。特效师还帮他开电扇吹那个。天啊！我真的有去骑登山王，我骑了80公里，骑到碧绿神木。然后他下个月要出一本书，可是全部是他口述找人代笔。不是，等一下，就这本，你们是在说这本书吗？是不是这本？是这本。就是要确保大家不会买这本啊。不是，这本是陈汉典口述别人写的。没错啊，是这样，没错啊。所以他不自己写书哎。不是，因为这种是以口述的方式，他就是什么钱都要，可是什么事都不做啊。没有，我们也是跟他聊了，我们也是跟他聊了很久哎。他真的耶，你看啊，你们不要哦，当初代班康熙的时候，他多么清新，对不对？我现在还是很清新啊，大头症，完全就是大头。你们默契太好了，干脆你们3个来合开一个节目了啊！是，我们本来就在开节目。是的。S.H.E 吊绳解字辈，小 S 终身以 SOS 为荣。3位有感觉到自己在演艺圈已经是前辈了吗？有一点点的。有时候新进的同事也会叫 Ella 姐，这样客气。察觉到以前是叫 Ella 哥啊，至少现在是叫 Ella 姐，也算是一个进步。可是少女团体变成了辈分高，这样好吗？没什么不好。你现在是在影射 SOS 吗？你还在挂念这个团体吗？不会吧？因为一日成精，终身成精。